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近期在中国网络上爆红的现象：为什么一位北京来的年轻人在台湾送外卖，居然吸引了244万中国网友疯狂围观？难道台湾外送员的生活有那么好看，甚至被称为天堂待遇，让全中国跑外卖的小哥们都羡慕不已？这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有趣又深刻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深入来探讨这个话题，看看在这个故事中，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差异如何激荡出令网友惊叹的火花。首先，要从一个让许多台湾人意想不到的趋势说起。自从2023年开始，一些在台湾生活的中国年轻人开始把自己在台湾送外卖的日常拍成影片，分享到网络上。这些影片一开始在 YouTube 上出现，后来也传到了中国的大型影音平台 B 站、哔哩哔哩和抖音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个名为河南超超在台湾的账号。顾名思义，这位外送小哥老家是河南，他在台湾跑外送，不仅拍摄自己接单、取餐、送餐的过程，还会聊聊他对台湾生活的观察。起初可能谁也没料到，这样平凡的送餐日常居然会逐渐受到两岸网友的欢迎。但事实就是如此，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河南超超在 YouTube 和 B 站的粉丝数飙升，单支影片的播放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人次。他的内容从在台湾送外卖3小时能挣多少，跑10单能挣1000块吗？这类直接谈收入的影片，一直到分享台湾社会时事，例如政府普发现金等话题，可说包罗万象。许多中国网友在底下留言，对台湾外送员的待遇和收入表达由衷的羡慕，甚至还有台湾网友幽默的回复，要不要干脆回归一起当爽快的外送员呢？这种玩笑话正好反映出这现象的特殊性。曾几何时，不少中国朋友还认为台湾人过于讲求小确幸，日子过得安逸，没什么追求，觉得要有大发展还得去大陆闯一闯。然而如今风水轮流转，他们反而感叹，你回台湾挺好的，不那么卷、内卷，一句不卷，道出了多少大陆年轻人的心声啊！那么这些大陆人在台湾送外卖系列影片到底有何魔力，让无数对岸网友看得目不转睛、流连忘返？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来看看影片中呈现的台湾外送日常和中国大陆外卖员的现实境况有哪些天差地别之处。河南超超的影片中，有一幕让很多中国网友印象深刻。他骑着机车穿行在台湾城市的街道上，阳光洒在宽敞的柏油路面，街道干净整洁，路旁还有机车专用停等区和划好的机车道。他一边悠悠哼着歌，一边等红绿灯，环顾四周，甚至感慨台湾送餐的路上还真能欣赏风景。这画面令无数大陆观众瞠目结舌，有人惊呼，送个外卖居然还能抬头看风景，这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啊！要知道，在中国许多城市，外卖骑手为了赶时间，常常恨不得飞驰穿梭在车流中，连秒数都要精打细算，哪有闲工夫欣赏什么风景呢？许多网友说，这位河南小哥在台湾的送餐经历，仿佛把他们理想中诗和远方的美好生活搬上了荧幕。一时间，留言区里充满了感叹，这才叫生活，人家是真正在生活，不是像我们一样在生存。看着人家台湾外送小哥的影片，我都快忘了他其实也是在工作。甚至有人调侃，难怪他说，我来送餐的，不是来送命的。原来在台湾当外送员真的不用拼命呢。这些五花八门的感想背后，其实透露出一个共同的情绪，对岸观众看到了截然不同的送餐体验，而那种轻松从容、带点人情味的工作氛围，正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所向往却难以得到的。我们不妨细数几个具体的差异点。首先是收入和工作强度。透过河南超超等人的影片，大陆网友第一次直观了解到台湾外送员的收入水平。例如，他的一支影片标题写着跑10单能挣1000块吗？点进去一看，他真的在一天中跑了10个订单，最后收入接近1000新台币，换算成人民币大约200多元。这在中国外卖员圈子里引发不小震撼，因为在中国一线城市的外卖骑手全月无休，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月收入也许能上万人民币。
但那是用命拼来的。更多2、3线城市的骑手，一天辛苦跑单10多个小时，可能也只有200、300元人民币进账，而且丝毫不敢懈怠。一位中国网友留言说，台湾那边跑几个小时就有200块人民币，还能顺便休息，真是天堂待遇啊！我流口水了。当然，也有理性的网友换算台湾的物价后表示，台湾消费水准也不低，外送员这样收入只能说是够养家糊口，称不上大富大贵。但就算如此，他们仍羡慕，至少人家拼一份普通工作也能把日子过得去，甚至过得挺开心。不像在大陆，很多人觉得如果不拼命超车、加班、内卷，就连养活自己都充满不确定。而从影片中看来，台湾外送员平均每天的接单量和时长似乎较为适中，平台并没有无限制的压榨劳动强度。河南超超常说的一句话更是引起广泛共鸣，在台湾只要肯努力，愿意吃苦，绝对不会饿死，而且都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清单。这句话乍听平淡，却触动了无数屏幕前的大陆年轻人。大家纷纷表示，这种对未来的踏实感正是他们所羡慕的努力，不会落空，付出就有基本回报，不至于害怕明天活不下去。接下来一个让中国网友既羡慕又惊讶的点是工作环境和社会氛围。透过这些影片，他们看见台湾的城市对骑车外送的人相当友善，交通规则对机车族有清晰的规范与保护，例如设置机车等待区、机车专用道，红灯时大家都守规矩停下等候，外送员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钻车缝闯红灯。在台湾街头，行人和汽机车各行其道，偶尔外送员稍微慢了，后方的车辆也不至于狂按喇叭，恶意逼车。试想，在节奏飞快、人车争道的大陆都市，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不仅要和红绿灯赛跑，有时甚至为了不迟到豁出命去逆行、闯灯。这也是为什么大陆网友自嘲他们是在跟死神赛跑。相比之下，台湾外送员能较守法地骑车送餐，不必卯足全力跟时间搏斗，这对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大陆骑手来说，简直如同一场梦。有人在评论里写道，看到他等红灯时，还有心情抬头看看天，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我每天送餐，连头都不敢抬，红灯都想抢过去。另一个方面，影片里也时常出现人情味十足的互动，比如有台湾餐厅店员看到外送小哥大热天来取餐，主动递上一杯冰水或几句贴心的问候。再比如，顾客备注留言说路上小心，收到餐点后还跟外送员说声谢谢。在中国忙碌的大城市里，客人和外卖员往往通过 APP 冷冰冰的交互，一切以速度和效率为先，双方很少有这样的温情交流。当台湾的这些小细节被远在对岸的观众看见时，他们难免既惊讶又感动。原来送外卖的过程中还能感受到被尊重和体谅。有大陆网友感叹，人家台湾消费者真把外送员当活生生的人看待，我们这里很多人却把他们当快递机器、服务奴隶。也有人直言，看完影片，我第一次意识到，其实外卖员也应该有尊严。从收入保障到人文关怀，台湾外送员的工作条件看起来确实比中国同业们幸福不少。这并非只是网络影片营造出的美好假象，其中也有客观的制度差异做支撑。举例来说，台湾近年对于外送平台与外送员关系的讨论日渐热烈。由于 Foodpanda、Uber Eats 这类平台长期以来宣称骑手是承揽关系而非公司员工，因此没有帮外送员纳入劳健保，引发不少争议。随着外送人员规模壮大，事故频传，政府和社会开始要求改善他们的劳动保障。2023年，台湾立法院3读通过了被称为外送员专法的修法条文，明确要求平台业者必须替签约的外送员投保团体意外险与第三责任险，没有投保就不能让骑手上路接单。同时也规定每一笔订单的报酬有基本底价，新台币45元，以防止恶性压低单价。这些措施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外送员的基本权益和安全。例如台风来袭时，平台必须全面停止接单，避免骑手冒险送餐。反观中国大陆这边，近年外卖平台也开始意识到问题，做出了一些改变。
比如给骑手上意外保险，在极端天气提供高温补贴或恶劣天气津贴等等。然而总体而言，大陆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依旧居高不下，竞争之激烈丝毫未减。骑手们的收单算法还是那套冰冷无情的机制，一旦超时太多，就会被扣钱，影响评分。接下来可能派不到好单。一位一线城市的外卖员曾无奈地说，平台是不会让你悠哉欣赏风景的，只要还想多赚点钱，你就得一直疯狂接单，奔跑，停下来的每一秒都在烧自己的钱。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看到台湾同行能一边跑单一边看风景，大陆网友们会觉得格外震撼，甚至难以置信地问，真的有这么好的事吗？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打工度假生活吗？然而，正当无数网友通过影片大开眼界之时，中国官方媒体的一次宣传操作却意外地把这股风潮推向了高潮，也更加剧了现实与宣传的强烈对比。我们说的正是央视与美团在2025年底推出的那支外卖员宣传短片。这件事在网络上闹得很大，不妨简单回顾。2025年11月下旬，中央电视台联合外卖平台巨头美团发布了一段约3分钟的宣传短片，讲述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平面设计师主动辞职，转行当外卖骑手的故事。片中，女主角骑着电动车穿行在风景秀丽的云南大理古城，满脸笑容地对着镜头说出令所有观众瞠目结舌的台词：送外卖这份工作不仅带来收入，还赋予了我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自由。她还说，换个身份送外卖，感觉离自己人生的梦想更近了，甚至把在大理跑外卖形容成一种数字游民式的追梦生活。短片画面唯美，配乐悠扬，本意是想传达平凡工作也可以有诗与远方的正能量。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这条宣传片一经推出，立刻引爆了舆论的怒火，大批网友在微博等社交平台痛批央视和美团不知民间疾苦。许多人愤怒留言道，送外卖能随时看风景，简直是在说何不食肉糜的冷血笑话。我们明明是在跟死神赛跑，他们却把它美化成风花雪月。还有外卖员自己跳出来表示，谁能在送单途中看风景，红灯都来不及等，绿灯一亮就像箭一样冲出去，不闯红灯就谢天谢地了。面对铺天盖地的负评，央视很快下架了这支视频，美团方面也尴尬万分地删除了相关宣传。但这桩事件没有就此结束，它反而成为中国网友们的又一座谈资，并且将视线引向了台湾。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就在央视宣传片翻车的同一时间，很多网友发现台湾那边河南超超的影片恰恰真实上演了央视所描绘的沿途风景。一时间，有人在微博上发帖说，央视想用虚构故事告诉我们外卖有诗和远方，结果被台湾的真人实景打脸了。甚至有人把河南超超影片的片段与央视宣传片剪在一起做对比，一边是演员假装自由惬意的看风景，一边是大陆真实骑手在哭着赶路，爆粗口抱怨，再对照台湾那边真实的轻松惬意，这种反差可谓令人苦笑不得。网友们留言戏谑道，央妈央视画饼画出个诗情画意，台湾老哥直接实现了理想。还有人讽刺，原来送外卖也能当数字游民，那河南超超岂不是真正的诗和远方实践者？这样的调侃固然夸张，但也反映了大众心理，当官方宣传脱离现实被揭穿时，人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草根创作者呈现的生活点滴。对无数在钢筋水泥森林中压抑打盼的中国年轻人而言，台湾外送员的影片仿佛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窗口，又或者说是一剂看清生活另一种可能性的清醒药。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台湾外送员的工作真有那么轻松惬意、完美无忧吗？难道他们就没有压力和辛苦？当然，我们不能把事情想得过于理想化。台湾的外送员也面临不少挑战，例如收入的不稳定，如果刮风下雨或经济不景气，订单减少时收入也会锐减。再如交通事故的风险，台湾机车多，外送员赶时间时也可能发生擦撞意外。事实上，台湾社会近年也讨论过外送员工伤和保障问题，一些不幸的车祸事件成为新闻后，
引发大众对骑手权益的关注，政府才逐步推出前面提到的各种保障措施。另外，台湾外送平台间也存在竞争，骑手们为了多接单，在巅峰时段穿梭劳碌也是常有的画面。只是相对而言，这种辛苦是可控的，他们可以自行安排接单时间，累了可以休息，不会像大陆那样被严苛的订单倒计时追着跑，一迟到就血本无归。所以综合来看，台湾外送员的劳动弹性和安全感确实比大陆同行要高一些，也因此中国网友戏称台湾的外送工作是天堂版外卖员，倒也不全然只是调侃，多少带着点向往的成分。在他们眼里，台湾外送员的生活状态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打工状态，既能赚钱养活自己甚至家庭，又不至于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有时间享受生活，陪伴家人，规划未来。事实上，河南超超本人的经历也很有说服力。他来台湾发展后，不仅靠外送工作稳定生活，还组织了家庭。最近他在网上分享，自己刚刚迎来了第2个宝宝的出生，正式当了2个孩子的爸爸。一位从大陆来的年轻人，凭借勤奋在台湾安了家，生了子，过程中还能抽空录影片，陪伴家人。这样的小日子，许多中国网友看了由衷佩服甚至羡慕。有网友感叹，以前总听说台湾经济不行，薪资低，可怎么感觉人家过得挺幸福自在？原来幸福不光看 GDP， 还要看生活的质量呀。这种观念上的转变耐人寻味。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波大陆人在台湾送外卖热潮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社会心态变迁。回顾过去几年，大陆年轻人经历了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山大等考验，许多人对未来的信心受到影响。所谓内卷与躺平之间的拉扯成了热门话题。一方面是不甘心的继续卷入竞争洪流，另一方面又渴望干脆躺平放下包袱。然而要真正躺平谈何容易，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压得人喘不过气。35岁危机，企业偏好年轻劳动力，年过35求职艰难，更让不少上班族焦虑，如果稍一松懈，就可能被无情淘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才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被他们嗤之以鼻的小确幸生活模式。以往一些在中国发展的台湾年轻人听到身边大陆朋友评论台湾，常常是你们那儿太安逸太慢了，成天小确幸，哪有我们这里拼命挣钱来的刺激。可是到了近期，这种声音出现了显著转变。有从北京回到台湾工作的朋友分享，他以前的中国同事居然对他说，你回台湾也挺好的，在那边生活不那么累，不用天天加班内卷。这短短一句话透露出当前不少中国年轻人的一种心声。他们开始羡慕起那些哪怕经济上不算顶尖发达，但社会保障较好，生活节奏较缓慢的地区，认为那样至少有个托底，失业了去做基层工作也养活得了自己，休假不至于少得可怜，40岁不会被嫌太老，工资虽不高，但也不至于低到活不下去。这种观念上的变化是近年大陆社会心态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北京人来台送外卖之所以引爆话题，并不是因为大家针对送外卖这件事有多大兴趣，而是透过这件小事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人生。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在劳动文化和生活价值上的差异，也像一扇窗，让疲惫的年轻人得以窥见一种相对平衡、舒心的生活图景。有意思的是，当大陆人在台湾送外卖成为热门话题的同时，也出现过相反剧本的案例。台湾人在大陆送外卖，2023年时，就有一位台湾青年在北京的闹区亲身体验当外卖员，并以短视频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在短短几个月里，他连续拍了上百条骑手日常影片，分享在北京送餐的酸甜苦辣。他碰到的状况可就没那么诗意了。有一次他因为不熟路，在巷弄中迷路，耽误了时间，结果到达时，客人劈头盖脸一通抱怨，还给了差评。另一回，他违规驶入机动车道，被交警拦下训诫，罚款扣分一样不少。这位台湾小哥虽然懂得北京话，尽力融入当地，但依然直呼在大陆送外卖真是用命在盼。
他的影片也引来不少大陆网友观看，大家的反应却和看河南超超时很不一样。有人揶揄他，一张台胞证还不够你生活吗？跑来抢我们的单。也有人嘲笑这是表演型爱国生意翻车，认为他本想通过展示自己融入祖国来博取流量，结果只是吃了苦头。总之，台湾人在大陆送外卖的故事并未引发多少憧憬，反而像是再次佐证了大陆外卖环境的辛酸。相比之下，大陆网友更乐于消费大陆人在台湾送外卖这类内容，因为那满足的是他们对理想工作生活的想象，以及某种心理上的代偿和寄托，看别人在那里过他们想过的日子，既觉得新奇，又多少能从中获得慰藉。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梳理出整件事的一条引线，从河南超超等人展现台湾外送员的生活，让大陆网友大开眼界，心生向往，到央视美团的粉饰宣传翻车，加剧了现实和理想的对比，再到大陆年轻人心态转变，开始欣赏过去看不起的小确幸生活。这一连串事件互相交织影响，把一个原本平凡的送餐故事推上了舆论浪尖。到了2026年年初，台湾的媒体也注意到了这个现象，纷纷报道大陆网友羡慕台湾外送员的热潮，甚至在台湾的时事谈话节目上也出现了北京人来台送外卖，244万中国人围观呢，天堂待遇羡煞全中国外送员，这样的耸动的标题来吸引观众，可见这话题的确够劲爆，够吸睛。然而，在热闹之余，我们是否也该静下心来想一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异？这股羡慕背后又意味着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首先，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催生出了截然不同的劳动文化。在高速发展的大陆社会，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一种狼性文化，强调竞争和拼搏。许多人相信个人要追求卓越，赚大钱就得付出常人难以承受的努力。这种观念在经济上升期曾鼓舞了无数人奋斗，但也导致生活节奏越来越疯狂，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往往被挤压在利润和效率之下。反观台湾，经济规模虽然较小，近年成长缓慢，但整体社会更强调生活品质和平衡。许多年轻人宁可薪水少一点，也希望工作和生活能取得某种和谐，不愿盲目加班叛命。因此在服务业岗位上，台湾形成了一种比较尊重基层劳动，讲求人性化管理的风气。当然，台湾也有它的问题，例如薪资停滞让年轻人看不到前景，但至少在基本生活方面还保有一定的安全网和温情，而这些正是中国年轻世代在直面现实压力后开始重新评价和向往的。其次，资讯时代的到来让两岸年轻人可以直接观看彼此的生活现场，这对固有印象是很大的冲击与补充。以往大陆民众了解台湾可能透过新闻报道或特定的综艺节目，一方面有官方宣传的过滤，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地缘政治的成见。而现在有了自媒体和短视频的发达，一个河南小哥能亲自在台湾街头开着直播发布 Vlog， 实打实地展示当地日常。屏幕前的观众们看到的是未经剪辑、没有脚本的生活片段，因而更加信服。他们惊讶于台湾城市的干净，街头满是繁体字招牌和便利商店，人们礼让有序的样子，更惊讶于一个普通外送员竟然似乎可以对生活感到满足，甚至面带笑容的工作。这些画面让不少人大呼颠覆想象，就连有些曾经瞧不起台湾发展水平的人，此刻也不得不承认，原来那边的基层人民过得并不差，甚至有值得学习之处。一时间，网络上关于台湾模式的讨论多了起来。有网友感慨，大陆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带来物质富足，但我们是不是也丢掉了一些东西，比如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互相关心的邻里温情等等。当然，这种思考未必全面，但透过别人的生活审视自己，确实是有益的反思契机。最后，我们回到那个朴素又现实的问题，外送员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在河南超超的影片和央视频道的宣传形成强烈对比的背后，其实引出了对劳动者尊严与社会责任的拷问。外卖员也好，快递员、计程车司机也罢，
这些都是现代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基层劳动者，他们的待遇和工作环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对待劳动与人的价值观。在台湾的影片中，我们看到顾客、商家、政府以至整个社会对外送员这个职业有着相对尊重和平常心的态度，大家默认这就是一般工作的一种，不会过度荣耀，也不应被歧视。因此，当外送员在路上穿行，行人和车辆尊重交通规则，也是在尊重他的生命。当外送员送餐稍有延迟，多数客人也能理解体谅，而政府出台规范为他们强制投保，则是制度上对他们的肯定和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外送员尽管辛劳，但内心不会有过多卑微之感，反而能够产生职业的自尊与主人翁意识。这也许就是为何河南超超总是笑呵呵的原因吧，因为他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反观一些地方，如果整个社会都在急功近利地往前冲，资本只顾着压榨劳力成本，大众又缺乏对服务者的尊重，那外送员就只能成为一部被高速驱动的齿轮。久而久之，他们怎能不心生疲惫和怨怼呢？当央视的宣传罔顾这些现实，把辛苦劳动包装成赏景游玩，才会如此刺痛人心，引来骂声一片。幸而如今透过网络连接，看到了别处的不同做法，或许能激发更多人去思考改变的可能。话说回来，两岸网友共同关注一位外送员的跨国送餐经历，这画面本身也颇具戏剧性。有人开玩笑说，200多万大陆人线上集体云打工，跑去台湾过劳动节了。也有人打趣，这要是在以前，谁敢相信大陆网友会对台湾的送餐员羡慕到流口水。但无论如何，透过这件事，我们看到的是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没有谁天生爱卷入残酷竞争，也没有谁不渴望被当成人看待，获得基本的尊严和体恤。当中国年轻一代开始注意到邻近的岛屿上，有人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步调过日子，他们的内心深处自然会浮现疑问：我们能不能也那样活？我们的社会能不能变得温柔一点？虽然要真正实现改变并非易事，但问题意识的萌芽往往就是从这些微小的羡慕与感叹开始的。也许有一天，当大陆的外卖员不再需要在马路上与时间赛跑，当他们也能偶尔停下车欣赏片刻夕阳时，人们会想起这段网络热议，想起那位跨越海峡的外送小哥曾经在影片中带给大家的启发和希望。结语时刻，我们不妨再回到那最初的问题：北京人来台送外卖，为什么让那么多中国人着迷？答案或许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在那看似平凡的外送旅程中，蕴藏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映射出两岸制度与文化的差异，甚至折射出当代青年价值观的转变。这不仅是一场跨越两地的职业体验，更是一堂发人深省的社会课。透过屏幕，我们看到劳动的另一种可能，看到了尊严与幸福可以以不同方式实现。而当我们合上手机，关掉电脑，也许每个人都会重新审视自己身处的环境，在追求繁华与成功的同时，是否也别忘了生活本该有的从容与诗意。外卖小哥的故事告诉我们，幸福有时很简单，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用自己接受的方式去生活，即便辛苦打盼，也能活出尊严和笑容。这正是无数人看了他的影片后内心最深的触动吧。希望未来无论在两岸哪一方从事外卖这份工作的朋友们都能被善待，让努力的人都不至于饿着肚子，让奔波的人也能抬头看看天空。毕竟人生苦短，我们盼命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如果连生活都变成了无尽的竞赛，那努力的意义又何在呢？愿这股因羡慕而起的讨论最终能促使各方一起来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或许有朝一日，不用羡慕别处，在自己的家乡就能实现那份抬头生活的梦想，那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高兴与期待的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也期待看到更多真实动人的故事，继续启发我们对生活的思考。